可是都处理的什么人？啊，骗警、交警、一般干部，没错吧？我告诉你，苏阿福背后有大人物。哎，掉头去检察院。不但是你们公安局，啊，还有城管系统和一些管理部门，他们或多或少都和苏阿福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全抖出来怎么办？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？啊？哦，说我在常山当了5年市长，用的就是你们这帮人。你们不要脸皮，我还要脸皮呢。513号，我为了你们成天在领导面前检讨。陈汉杰看谁的笑话？他自己的笑话还小吗？他儿子陈小木还没放呢。什么？陈小木还没放？你当我说话是放屁啊？王省长，这不能怪我们。陈小木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是刑事犯罪，无论我们怎么做工作，受害者家属就是不答应啊！不要再说了，你现在跟我回去，马上放人。家属不同意，你就跪在地下求，也要把他给放了。王省长，你别生气啊！现在我就是跪下来求也没有用了。陈小木一案，今天已经正式移送钟楼区检察院。他的案子是钟楼公安分局办的，现在就看叶子京怎么处理了。你蠢的不能再蠢了。王省长，不是我蠢。也许我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。我以为你当着叶子京的面说陈小木的事，只是说说而已。别说了，陈小木移送检察院，责任就不在我们公安局了。你回去吧，走吧。王省长，你别太担心，苏阿福不可能活着。回去吧，我没什么跟你说的了。秀丽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是来投案自首的。投案自首？哼，开玩笑吧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们不是在查我吗？秀丽，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？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吧？秀丽，是有一封关于你的匿名举报信，是人大转过来的，正在查，查清楚了。也是对你老同学负责嘛。如果证明是诬告，我还可以为你喊冤叫屈呢。有，哼，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你了。哼，不过有一点我特别奇怪，你作为一个被举报人，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快这么清楚？能不能透露给我，把这个人说出来？当然，你不会透露给我。我不是不敢说，我说出来，怕你不敢查。哈，口气还真大啊！是不是哪位领导告诉你的？领导会关心这么一桩小事儿吗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，很多人都在关心他。对，陈汉杰就很关心嘛。怎么，准备发动一场全面的内战吗？秀丽啊，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别人的想法？别人的想法，你最好去问别人。吴局啊，既然苏阿福有线索，我们还是查一下吧。什么线索啊？那个规律教授迂腐之极，我听说他跟周秀丽不管干什么事儿都要讲究个什么规律呀、计划的。他能发现什么线索？我看肯定是活闹鬼了。我估计也是活闹鬼。不过常务省长很重视，省厅、省检察院也要求我们查。
我们还是查一查吧。对苏阿福再次核验，严格清对死亡者名单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未查明的失踪者。同时，集中警力对川口镇重点布控搜查。好吧，将军，我执行命令就是了。叶姐，向您汇报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好像公安那边在查苏阿福。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啊？是我们的同志在公安局联合办案时听说的。这么说，苏阿福还活着？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通个气呢？叶姐，要不你马上打个电话跟公安联系一下。你打个电话就找武成义。好的。喂，我的叶姐姐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真抓到苏阿福，能不跟你们检察院通气吗？武局啊，这苏阿福可是513大火案的重要证人呐。我知道，苏阿福对你们办渎职罪很重要，可我告诉你，这十有八九你们会失望。为什么？你想，线索是周秀丽的老公规律提供的，他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教授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会不会搞错？是亲眼看见苏阿福了，会不会认错人了？这很重要。秀丽啊，你还要我讲几遍啊？是我亲眼所见，不会错的。好，别不耐烦嘛。你的眼睛啊，实在不让人相信。哦，就这样吧，请进。周主任，可见到您了。哟，你还挺挂念我的。我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513大火一起，钟楼区城管委一出事儿，有些人可幸灾乐祸了。哦，您说这事儿啊？我这正有情况向您汇报呢。什么情报？检察院抓人抓到咱们城管委来了，还在财务科那查账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同志们意见大了，都说是鬼子进村了。你对周秀丽今天的举动怎么看？实话实说吗？那当然。叶姐，周秀丽可是你的小学妹啊。这个和案子没关系，说说。我看周秀丽是心虚了，坐不住了。哦，你这么认为？是的。叶姐，不管怎么说呢，周秀丽跟她的城管系统问题都不少。就算陈汉杰和那个匿名举报人呢要做周秀丽和王成的文章，也有充分的理由。而周秀丽呢，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呢，可以稳坐钓鱼台。当她从规律的嘴里得知苏阿福还活着的消息时，她就慌了神。周主任，虽然我被末位淘汰了，可是我对您一点意见都没有。我气刘茂才。刘茂才，他对你们领导负责了吗？喂，王省长，哎，我是秀丽。哎，坐。哎，那件事情啊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您放心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人正还怕别人诬陷。好，我知道，这池子大了，什么王八蛋没有啊？我不气，您放心吧。我一定能经得起考验，不会给您丢人的。另外，那个唐书记和林市长也跟我谈了，他说不要被一封匿名信吓到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王省长。哎，主任，那我正式跟您汇报停车场的事儿。好，来，咱们随便谈谈。哎，随便聊聊。哎。这么说，周秀丽可能有问题，而且问题还不小。是啊，这是我和同志们的初步判断。如果苏阿福真的活着，而且落了网，那么真相就会大白。
不但是周秀丽，恐怕会有相当一批渎职干部倒下来。所以说，得知苏阿福还活着，不但周秀丽，许多人都坐不住。现在的关键是抓住苏阿福，只要抓住了苏阿福，也许举报人就会露面。主任，这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。啊，你知道茶在哪个柜子里？我知道。哎呀，这还是你在的时候买的茶呢。我在的时候，这个冒才呀，我再三的和他们交代，旧茶只能给一般的客人，领导要喝新茶，这个冒才是。老方啊，你在的时候不觉得，你这一离开啊，办公室里的很多事儿还真没了章法。是。我昨天啊，还狠狠地批了刘茂才。你说，这办公室打印纸也不管好，四处乱扔，万一让谁捡了去，在上面写封匿名信，哟，没烫着吧？没。哎呀，你喝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是。来，坐这儿。哎。老方啊，我知道你有些情绪，可是真不能怨我。你说民主评议吧，是市里面搞的，是作风建设的措施。是。我也是没想到啊，结果会是那样。当时一出来，我吃了一惊啊！怎么办？末位淘汰制，我只好先让你下去。你得理解我啊。这理解，咱理解。主任，说实在的啊，我有点对不起您。哎，我是您要来的人，评议成这样，我真是对不住您。我也知道，您也是没办法，但凡有点办法，您不会这么做。你也别说你的人我的人的，你是我的人，那我是谁的人？我们都是同志，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走到了一起。所以你对我有什么意见、误会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当面提呢？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同志，有什么话我们不能说透呢？非要到外面去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？老方，你说呢？主任，你可别误会啊！啊，我误会什么？国敬啊，有个情况你注意到没有？什么情况？偏偏在这个时候，钟楼公安分局把陈小木的案子交给我们区检察院了。哦，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对，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。当着我的面，王长工同志亲自说话干预。他要求江正流和公安局放人。你说，江正流和王长工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江正流会故意抗命吗？这么说，王长工同志准备很充足啊，准备和陈汉杰大干一场。难道这种可能不存在吗？他们双方手里都有牌呀。不管规律教授是不是认错了人，有一点我敢肯定，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就要开始了。这一仗规模多大，会涉及多少人，我不敢说，但我预感到非常非常严重。
这场立体战会不会是同志们之间、常山干部之间的内战呢？周秀丽可已经说了，他说王长公同志就是这么判断的。叶姐呢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们手上这些案子可就太难办了。是啊，不但是泰山压顶，还有八面来风啊。哼，好好，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也是提个醒。我也跟你交个底儿，我还是要用的。等过个1年半载，大家把这次评议给淡忘了，你再回机关，好吧？到时候呢，茂才可能也就提拔了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这样？哎，林市长还等着我开量化会呢，啊？好，我一切听您的安排，我听您的。我给您汇报一下咱们的打狗计划，不能让这条疯狗到处乱窜，四处咬人呐。刘茂才同志，你什么意思？姓方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头上的绿帽子太多，你到处送人。什么绿帽子？怎么扯到绿帽子上去了？庸俗啊！哦，茂才，你别说了，老方，快走吧，啊！小人。疯狗！哎，周主任，您对这个方清明怎么还那么客气？喂，啊，林市长吗？我是城管的周秀丽啊。哎，对，那个王署长说有一封匿名信的事儿，您要找我谈谈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周主任，您看我这打狗计划，以后再说吧，我得到市政府去一下啊。哎。你看看周秀丽不简单吧？主动找我。长工同志怎么能这么干？这也太违反原则了，啊！很正常，这说明周秀丽跟长工同志的关系那是太频繁了。那也不能这么做呀，这样做显然是不妥的。这话还怎么谈？啊，唐书记，咱们就是一个原则，绝不参加任何内战。还有一个原则。必须依法办事。王省长，苏瓦甫的尸体好好的躺在殡仪馆，没有变成鬼溜出来。156位死亡者，无一例发生错误，也未发现任何一位外地来长山的失踪者。长山各大宾馆、旅店、旅客登记表上的入住和离去均有明确记录。川口方面的情况怎么样？还在查，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苏瓦甫还活着。我建议您把搜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。王省长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好吧，王省长，我马上布置。喂，吴局吗？我是江正流，请你们继续扩大搜索范围，对整个长山地区进行拉网式搜索。是。周边地区公安局由我来请他们突击协查，马上。周主任，来喝水。谢谢。周主任啊，你的消息很灵通嘛，知道我要找你谈一谈，啊？啊，
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给我说说吧。林市长，为一封匿名信就这么大动干戈，什么意思呢？周主任，我也不想大动干戈，可有人盯着。你说让我跟唐书记怎么办呢？那我就直言相问了，你跟唐书记有没有人写匿名信告你们呢？哎呀，那我也老老实实告诉你吧，怎么会没有啊？年年都有，到哪儿都有，就这个。那么省委赵培军书记和王长工省长有没有找你谈过呢？周主任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据我所知，去年11月份你来常山当市长的时候，就有人写匿名信告你，在省政府当副秘书长期间受过贿，而且还有其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。你怎么知道？是王长工省长在常委会上替你说的话。王长工省长说，如果我们不敢担责任，不敢替自己的同志负责，就凭1-2封匿名信就影响对一个市长的任用，那么我们自江省委就太软弱无能了，就该回家抱孩子了。这都是长工省长告诉你的，是不是？今天面对这封匿名信，我没必要再隐瞒了。快吃饭吧，中午头还喝酒，这酒可不是公家的。怎么不是公家的？这是上次接待那个，反正是公家的。你也来一口？去，我没心思喝酒。好酒，还喝呢？看你现在混的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达脸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还就斗出点名堂来了。周秀丽给我封官许愿了。真的？哎，又让你回去当办公室副主任了？副主任？主任？主任？嗯。呵。不过啊，还得等等。大喘气。这么说，你匿名信告周秀丽都告准了？肯定是嘛。她心虚了。周秀丽这臭娘们心虚了，所以她给我封官许愿。老婆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要想在城管扎下去，搞曲线救国，这可是咱们用得着的人呐。哎呀，周主任，今天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王省长在省常委会上这么为我仗义直言。方便的时候务必代我谢谢王省长啊。这就是长工省长的为人，他为同志做的再多，从来不张扬，也不图任何回报。所以啊，长工同志在这当市长的时候，我们干劲都特大。是啊，你看看，王省长这次又为你担了不少责任呢。哎，林市长，这封信你们该怎么查还怎么查。查什么查？整天查这种匿名信，那我们的工作还干不干了啊？行了，反腐倡廉，出战告捷，匿名信的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当年我在原单位的时候，就因为长级的问题，我就告过我们局长。后来怎么样？我们刘局长对我特好，给我安排了个副科长的职务，还给我涨了1级工资。所以说就得斗。老方啊，你说这周秀丽她还会信你吗？我看这事儿有点悬。不悬，以往的经验摆在那儿呢。当年我能重获我们刘局长的信任，今天我也能重获我们周主任的信任。你想啊，刘茂才今年48了吧？明年肯定得进一步啊！我当了1年多的办公室副主任了，把我扶正了，顺理成章啊！我劝你，还是往坏处想一想。真要做了主任，这油水可就大了，那是海参平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再也不用什么接待一回扣点小钱，开点假发票什么的，
那就等于老母猪进了萝卜地，任你拱，吐司给给！我跟你说啊，这账不算不明。你看，光这接待这一块啊，一年能节约个1.5万6，那还小蛇班呢？小蛇班这一块呀，保守点说，一年2万。这2块加一块就4万了。那别人送的什么呢？那都不算。那等于我自己给自己提前实现了高薪养廉，涨了200%的工资呢。小林市长，你别说，你和我谈完之后啊，心里还真舒服多了。周主任啊，该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就把我当长工省长好了啊。好，好，小林市长，好，你忙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可提醒你啊，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你写匿名信告人家周秀丽，而且又告得那么恶毒，人家非但没恨你，还爱上你了啊，还封官许愿的让你当办公室的主任。你想想，这事儿可能吗？啊！再说了，办公室主任那么重要，周秀丽能让你当？周秀丽她会把你当心腹吗？哈，要我说，她这个领导有神经病，要不然呢，就是她有问题。倒也是，那周秀丽没毛病的话，她就不会给我封官许愿了。她这干什么呢？存心给我设套，先给我来个关起门来打狗，再来个堵住笼子抓鸡，再把你当老母猪放到人家猪圈里，你在萝卜地里大拱特拱的时候，给你枪搁那儿了。方清明同志，到那会儿谁是腐败分子，可就比较清楚了。走吧走吧，检察院的大门正向你开着呢，这门是你自己走进去的。唐书记啊，我是小林呢。和周秀丽谈得怎么样了？谈得挺好。看来周秀丽是被诬陷了。据周秀丽说呀，写匿名信的这个人是原城管委办公室副主任方清明。这个方清明呢，有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。现在城管委纪检组正在查这块呢。啊，林市长，电话里不谈了，见面再说吧。还有，如果周秀丽真的有问题，他就更不会让你当办公室主任了。更多的秘密让你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人家不怕你3天2头的写匿名信呀。你想想，是这个理儿吗？结论只有一个：我高薪养廉的前景根本就不存在。周秀丽这臭娘们的枪口早就瞄着我呢。行行，老方，你总算还不糊涂，到底梦醒过来了吧？那只有干，斗到底。老子的热血不断的升腾，我要为前途而斗争。我想，周秀丽的问题不会小。当真清白的话，她今天就不会对我封官许愿。周秀丽这臭娘们儿，因为有王长工作后台，她就敢收苏阿福的钱，她就敢渎职，造成这么严重的火灾后果。对这种大腐败分子，我就要进行坚决的斗争。老子绝不能任由这种大腐败分子的宰割。老方，这也未必，你还是看看形势再说吧。不必看了，老书记不会放过周秀丽的。周秀丽，她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你好，唐书记。唐书记你好。唐书记，就这么个情况，让市城管委的去查那个方清明吧。怎么能这么谈话呢？
如果那个匿名信真的是方清明写的啊，如果方清明是个清廉的干部，你就不怕周秀丽打击报复了？哎，唐书记，方清明这举报人是周秀丽猜的，又不是我提供给他的，是吧？再说了，举报信的内容，长工省长在我之前就告诉周秀丽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也就是说，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唐书记。嗯。正式的向你汇报一次。这次谈话呢，绝对的是严肃认真的。周秀丽以党性人格向我保证，绝没有收过苏阿福或者其他人的贿赂，一口咬定是被方清明诬陷。周秀丽还说，这几年为了创建文明卫生城，工作力度一直很大，免不了呢得罪了一些人，包括方清明。方清明这种人呢，早就想看他笑话了。永强，我呢，先给你讲个故事。讲故事，唐书记，你要搞什么名堂？听着啊，说清道光年间，山西介休有一个知县，因为失职被罢了官，一怒之下就上书巡抚大人，揭发本省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，并要求把这封信上奏皇上。夜间闹得山西官场上是人心惶惶。这个巡抚大人又不敢把这封信直接转给皇上，怎么办？他就捏着鼻子在下边做工作，和那些贪官们一块儿凑了为数不小的一笔银子，买通了这个知县，让他收回了状告信。好嘛，这位小知县竟然成功地敲诈了他的领导。别着急，还没完呢啊！这就树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坏的榜样。你想啊，受了处分的下级官员成功地敲诈了他的上级领导，这还得了？这样下去，这个领导怎么当？再有这种揭发举报现象，怎么办？有点意思。唐书记，后来这位巡抚大人有什么高招？你猜猜，他会有什么高招？我猜猜，我猜猜，好，我猜不出来，你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巡抚大人啊，给他下属的各府道县下了一道严正的公文，要求严查信上的这些贪污腐败现象，如果没有腐败现象，必须拒绝保证。这一招啊，还真是妙不可言呢。你想，那些在位的官吏们，既想保官，又想升官，谁愿意像那个被撤职的县官那样敲诈他的领导？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各府道县都具体的做了保证，绝没有此类腐败现象。这么一来呢，上级领导呢是十分英明，下面的干部是清正廉洁，全省形势一片大好，对不对？永强，你不觉得你就是那个滑头的巡抚吗？我找周秀丽谈话，只是做个表面文章，实际上是让他拒绝保证。就算他以后出了问题，谁也查不到你头上。你这是不负责、没原则、丧失底线了。哎，唐书记，你这吃饭，好吃。将军，邪门了，苏阿福在南平落网了。好消息，苏阿福在南平落网，确凿吗？确凿，务局正往那边赶。郑流，你也过去一下，要把苏阿福控制住。明白，我马上去。暂时不要和检察院通气，你们先搞清楚。王省长，我们公安、检察两家是密切配合的。你就不怕陈汉杰跟叶子京做文章？叶姐，还真是出了奇迹了。说的没错吧？
苏阿福落网了。武局啊，你很清楚啊，苏阿福是513大火案的关键人物，也是一系列渎职案的关键人物啊，不能有任何闪失啊。我知道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哎，我去一趟市委，你们继续开会啊。哎呀，汤书记，你就别再批我了。我承认我耍滑头。好吧，这账我记着。永强，周秀丽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，交给检察院，让叶子京公事公办就是了。至于513大火，我们谁都有领导责任，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依法坚持原则的问题。长工同志为什么这么做，我是难以理解。你林市长脑子一定要清醒啊！汤书记，你是不是担心长工省长会出什么问题啊？这话是你说的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汤书记啊，我现在可是越来越吃不透了。好了，下午啊，我和刘市长要到省里向中央调查组做汇报。你呢，以市委的名义，抓紧时间找叶子京同志谈一谈。对于引起火灾的犯罪分子，要尽快提起公诉，不要再拖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，我送你。哎，武局啊，你们搞什么名堂啊？江局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对我们暂时保密啊？苏阿福这份工算你们的，我们不会争的。我的好姐姐，这不是争功的事儿，我怀疑这里边有文章。什么文章？你说。据江局说，长工省长盯得很紧。哎呀，明白了，武局，我不难为你。我现在正去市委。我不骗你，我叫苏阿贵，不叫苏阿福。10几年前我就去广州了，我一直在广州做生意。我这骗你干嘛呀？这大富豪着火，听说我哥哥也烧死了。我这次回来是探探家里的人，顺便呢在南平做桩大生意。队长，搞错了，是苏阿福的弟弟。郑柳，再请规律辨认一下。啊，好。喂，啊，小林市长，又要汇报什么呀？啊，王省长，秀丽同志向您汇报了吗？哈哈，我们谈得很好啊。王省长，我可真是要好好感谢您的。今天要不是秀丽同志无意中说起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您在省委常委会上这么为我仗义直言呢。王省长啊，能碰上一个像您这样爱护部下的好领导，可真是我的福分呢。你说什么？抓错人了？你不该是跟我打马虎眼吧？别提了，叶检，确实是搞错了。我在第一线办案，这情况呢最清楚了。苏阿福确实有个弟弟在广州做生意，这是我们早就掌握的情况。小林市长，你就别捧我了，好自为之吧。啊，秀丽吗？喂，我问你是怎么回事？在这种时候打着我的旗号四处招摇，你这个乱子捅的还不够吗？啊？王省长，真对不起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另外，我也是想让他们知道，陈汉杰拿匿名信做文章，是为了整您王省长。周秀丽，我看你是心中有鬼。这个鬼就是方清明，我会把他揪出来的。喂，王省长，苏阿贵的照片让规律教授辨认过了，这个迂腐的教授也开始搞不清楚了。他说苏阿贵和苏阿福长得这么像，不排除认错人。这个苏阿贵怎么会跑到川口去呢？苏阿贵和苏阿福都是川口镇人，
苏阿贵说，在规律教授说的时间内，他到过镇上商店买过东西，叫过一辆出租车。是不是桑塔纳是什么颜色的桑塔纳，他记不清楚了。川口镇的出租车全是逃税的黑车，既没有出租顶灯，也没有明显的出租标志。规律教授把它认作私家车，也很正常。请。啊，林市长。叶姐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来来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唐书记不在啊，他刚走，到省里向中央调查组汇报工作去了，又得做检讨。来，喝水。谢谢，林市长。有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人大陈主任没有转给你们市府吗？子金同志啊，我收到了，正要说这事儿呢。按理说这种匿名信呢，我可以不管，起码用不着我市长管嘛。